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讲到乌俄战争一些相关局势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持续的把镜头整个拉大。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角力哦。好，现在看到是 CIA 跟 MI6大谈中国的威胁，就是美国跟英国的情报头子罕见的共同露面哦。他们提到的是中国的威胁。好，他们是不断的强调说美英稳固的情报伙伴关系，而且一遍重提了中俄的威胁。两个人甚至还在《金融时报》上面联名的发文哦，论述了相关议题，说中国是个崛起，称作21世纪主要情报跟地缘政治的挑战。这也是两大美英的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的联合撰文。好，不过美国这边哦，对中国真的是蛮痛恨的，因为他们最近有25项的法案要抗中，所以是一个中国州的概念哦，它包含的是有跟台湾冲突嚇阻法案的25项直接或间接都跟中国有关的法案排期，那要有待讨论跟表决来对抗中国。好，那美国的乔治亚理工学院现在也跟中国的这个大学来终止合作了，他们终止的是中国的天津还有深圳的研究和教育，说他们好像有在窃密啦，所以之后他们就不再进行合作了。但是我们也来看哦，现在德国这边对于台海也有一些动作哦，因为德国的媒体说，我们德国2艘军舰在这个月中其实有穿越台湾海峡。为什么要做这么大标题？因为这是22年来的首见。这是他们的《明镜周刊》所报道，说2艘德舰将在这个本月的中旬穿越台湾海峡，成为22年来首度穿越台海的德国海军舰艇。那北京哦，他说了，不会收到有关德国船只通过的正式通知。他们是强调，柏林认为此次的航行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行动。好，但是问题是，现在台海的紧张局势牵动着两岸关系，牵动着美东关系，但是太平洋似乎也成为一个真空的状态吗？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福建号他们进行了第4度的海试哦，舰上有出现很多的这个舰载机啊或是模型，但是令人奇异的是，这一次它将在整个太平洋里面没有任何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踪影之下进行海试，这可是蛮大条的哦。为什么？因为呢，美国防务新闻之前有报道说，他们已经也2度的延长部署的艾森豪号的航母离开红海，返回了美国本土。那美国海军又被迫把部署横须贺港的罗斯福号派往中东。我们知道中东现在危机蛮多的嘛，那美国又调派了原来部署在关岛附近的林肯号航母到了波斯湾，然后对伊朗实施震慑。所以这造就了现在在太平洋呈现一个真空的状态，这个罕见的场面哦。好，那当然解放军现在也针对南海也有一些动作。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海警的事件，不断的有一些冲突产生，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这个万吨的登陆舰到了南海，而且停靠在越南的金兰湾军港这边。那当然很多人就说了，中菲连串的海警冲突，然后紧张之际这样子的举动，当然也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不过我们再来看到中国这边有一个叫做攻击11的，它就是叫做利剑无人机，它切入了美国这个空中的力量。他们说这个攻击11在新疆的马兰空军基地正在加紧的开发，中国大陆非常的努力在研发希望可能会形塑一个无人机战争的未来。那这个攻击11跟歼20航母潜在部署的连结，也可能在075型2栖攻击的舰上来进行操作，增加它的这个功能性。但相反的，美国现在比较转向低成本的无人机，有一些在进行开发。但我们也知道乌克兰战争里头，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什么大疆无人机，对于美国的无人机，我就觉得这个 CP 值非常的低。但是解放军现在的全球扩张到底有没有威胁到美国呢？因为说这个中国大陆借着一带一路啊，在拉拢太平洋的岛国。那之前这个所罗门群岛如果真的建设了一个军事设施军港的话，就等于突破了第1岛链，那这个是第2岛链嘛。那如果在这边设基地的话，就会在地缘政治上面有一个很重大的影响。那中国大陆野心当然不只有太平洋的岛国，也包含了非洲，说在加蓬这边也可能要有一些军事基地的第2个建立，让美国非常的不安。所以美国在这边就已经在帮忙制定了一些经济安全的援助计划，希望能够在这个阻止中国在这个加蓬地区有一个战略意义的中非国家建立一个军事的基地。
所以有这个加蓬的前总统，其实在去年4月的时候也曾经有访华过。那加蓬是在不是菲律宾，是非洲的一个中西部的地方。那当然这个地方比较危险，是它接下来过去就是大西洋了，所以美国当然会很倍感威胁。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怎么看现在的国际局势发展？对，美国就是说在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国家安全这个防卫白皮书里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大陆是对美国而言是在军事、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对美国造成重大威胁的一个国家，所以是一个全方位威胁，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因为在上一个世纪冷战的时候，在经济上面经贸上，那个当时的这个苏联对美国完全不构成威胁。可是这一次美国面临21世纪最主要对手中国这个不但是这个科技军事上面对美国造成重大威胁经贸上也造成重大威胁。那么两国之间的这个 GDP 的差距越拉越小。那么去年的话，美国大概就是24兆，中国大陆在17兆。那这个距离还在快速的在往拉近有人说到了2030年可能中国的 GDP 就会正式会超越美国的 GDP。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更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就是说中国大陆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不仅只有这几点，还有一个就是治理模式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威胁。治理模式也就是说，美国讲的自由民主，中国大陆讲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模式呢，现在旁观者，尤其是渴望国家能够发展的这些第三世界所以全球南方国家来看的话，美国的体制造成的是什么？是35兆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预算赤字，这个国家欠债35兆，然后大城市失控。然后主要的这些什么产业工业产业的产能呢，跟中国大陆讲都严重落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个社会的治安政治的纷扰现在是越演越烈了。那相对中国大陆就变成就是说，在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内它消除了贫穷，然后那个基础建设非常的快，相对的这个政治比美国的政治要稳定许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它带动中国大陆是全方位的发展，而且跟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尤其是美国以外国家的关系都建立在一个这个互助互利的一个关系上面，不像美国有很多的敌人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治理模式也变成对美国作为全球头号霸权它可能首次面临挑战。人家会说，美国这一套好吗？对不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说那个现任总统是一个白痴，然后这个现任总统说那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什么会毁灭美国民主的一个什么一个重犯罪，犯了重罪的人。所以就是说，这个现在就变成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大陆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防卫性已经到一个极限了。可是他往往整到最后都整到自己人。比如说他这个前一阵子这个哈佛大学有个教授就是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学校有合作被他们判了6个月软禁6个月软禁所以这个到底对美国自己的学术发展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这就见仁见智了。好，不只是外交嘛，包含我刚才有讲到这德国军舰穿越台海，就要问舰长，这个政治性意义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一些无论是德国或者是荷兰或者是加拿大这些军舰穿越台海，好像就能够协防台海。其实这差远了。而且如果真的台湾海峡有事的话，他们要从欧洲来，大家要想想这时间要多久嘛？1个半月都来不了。那1个半月来之后又能做什么了？那结果现在又有报道说这个有关于说没有航空母舰的太平洋，其实在2013年辽宁舰成军之前，其实太平洋这种是一种没有航空母舰，是一种经常的状况。而且2013年之后呢，那时候在
驻守在横须贺的雷根号航空母舰，除了例行性的春季巡航跟夏末秋初的夏季巡航之外，其他时间也都在趴窝啊。那这个时候大家说这个跟福建舰有关，其实没什么大的关系啊。那现在解放军的军力到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先看一下啊，其实这几张照片啊，已经稍微比较旧了。这是2020年啊，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是161编队。所谓的161编队呢，也就是这一艘军舰是呼和浩特号啊052D 的飞弹驱逐舰啊。那其实它这一个编队里面啊，带了非常多船，我们大家会很惊讶的看到这一艘是什么？这一艘是901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啊。查干湖号不是大家都说是给航空母舰提供补给的吗？不，这一次它就提供了071的综合登陆舰五指山号的一个补给。但是大家要注意看啊，其实它在这一连串，我们看到这中国大陆所提供的照片里面，它有一个 GPS 啊，那 GPS 的位置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可以看到东经179度啊，179度在哪里？179度在国际换日线上啊，国际换日线上是在哪里啊？就是已经等于突破第3岛链了。那另外啊，我们在讲这一艘呢，其实也是我们看到的2022年的12月22号所公布的这一个银川舰。银川舰到底在哪发现的？它是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也是在第3岛链外被发现的。所以现在啊，解放军的这些舰队啊，根本四海都是解放军啊。那大家说，那这一艘那个银川舰当初做补给的是什么？没有提供任何的照片。那个法国的海上巡逻机找半天也没找到。那我个人的研判就是民船补给，就是用一般的货轮进行补给，而且解放军根本就已经练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啊，对于解放军现在的军力，大家都觉得如果把它框限在第1岛链内怎么样，其实它早就不在第1岛链内，更不要讲说它有常态性的亚丁湾护航。那亚丁湾护航这一次的交作舰还跑到了圣彼得堡去参加俄罗斯的海军节，所以中国大陆早已经就是名副其实的蓝水海军。所以其实野心蛮大的。我们不只看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所罗门，还有这个非洲的加蓬，都是他们一个可能想要争取的点。韩冰哥怎么看？其实中美这个战略大布局，现在大家这一盘棋才刚刚开始下而已。因为中国大陆毕竟是一个刚刚成长为，就是想要往全球性海军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美国早就已经是全球霸主，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只是初步的在布点而已。那美国现在当然很紧张，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起步的时候，先赶快把它掐住它的咽喉。所以当然会在加蓬、在所罗门啊，在整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去围堵中国大陆。而且这个围堵不单纯是军事的，经济啊，还有政治上都要去围堵。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大概在未来，基本上非理工科系大概还会就是让中国学生来就读，可是理工科系大概以后就会把这个大门关起来。因为他怕中国大陆的学生去美国学了这些理工相关科技之后，在科学上有快速发展，然后超越美国，所以这个是他们都在预先防范围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条件只会越来越严苛。那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跟美国有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霸主，所以呢，它的军事力量其实是散布在地球各处。那相对来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在海外现在开始也有基地，可它主要的军事力量还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块，也就基本上就是在他国家附近而已。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可以把所有力量全部集中在这里。可是美国就势必分散。你看美国有11艘航母啊，可是他居然可以落到在太平洋1艘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未来只要这个中东那边的状况没有稳定下来，只要俄乌战争持续下来，美国大概都会显得捉襟见肘，非常吃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几年的战略就是尽量去联合全世界各地的盟友，请他们一起来帮忙围堵中国大陆。但是我老实讲，除了当面的日本，可能因为觉得说，因为他就在中国门口嘛，所以他压力比较大，会比较乐意积极配合之外，你看像德国这个，德国光是决定
这军舰要穿过台湾海峡都考虑了好久，然后现在终于说啊好，我们就是要过去。可是他过去了又怎么样呢？也不过就是象征意义，告诉他我过来了。然后呢，这个会对中国大陆产生什么实质的威胁或影响吗？基本上不可能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也就是虽然美国一直要求盟友来响应，但是除了日本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就是应付了事的态度。所以未来你可以看到，还是美国跟中国大陆1对1的直接的对抗，大概找不到什么人来帮他的忙。好，我们更多的焦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太空这个的话题哦，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太空的神秘感都非常有。但我们知道，要当太空人没有这么容易耶，因为有可能回不了家哦。这是在美国的太空人，这个波音太空船叫做星际飞机，它呢在美东时间7号晚间，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沙漠这个着陆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波音的太空船。它结束3个月的测试，结果呢，这艘太空船的技术的问题频发哦，所以返航期间又有推进器出现故障，所以导致了导航的系统失灵。所以可以看到，它是有回到地球，但是没有载人。好 ，NASA 也说这个没有载人的决定是对的，而且为此开了一个记者会，其实也让波音是更加的尴尬。好，这个波音的星际飞机哦，它离开了这个太空站之后，其实有2名的太空人，他原本是8天的任务，结果没有回来，他要到明年2月的时候才有可能搭 SpaceX 的成龙太空船返回地球，所以原本预计8天的任务延长成为了8个月。好，这个波音星际飞机呢，其实太空人也有当时一个画面是告诉任务控制中心说，他把这个卡利普索，也就是太空这个飞机送回家的时候到了。他说这个太空船的昵称的威廉斯，就是这个太空人还说这个没有问题的把他带回地球，祝好运。但是就是感觉蛮尴尬哦，美国的太空不是蛮厉害的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发生呢？但是相较于中国大陆的太空领域也正在加速哦，我们看到他们在轨飞行268天，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可以重复使用试验的一个航天器成功着陆了，所以往返太空会变得更便捷，也是更廉价，也就是 CP 值会更高。那当然中国这边也成功发射了吉利星座03组的卫星，这一箭是10星，所以这个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也让大家觉得中国大陆的太空发展是蛮快速的在进行。那另外中国也计划要建造的这个月球研究站，开创了全球太空合作的一个新时代。那这个太空的合作包含了成员国有这个亚非拉多个国家，然后甚至还有东欧，还有代表第三世界的国家，然后对南方国家来说也很重要，也代表培养未来太空探索的一个年轻人有同样的重要，甚至是更加的卓越。不过我们看到非洲这边有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太空研究局的局长他则是认为说，中国大陆的月球探测计划可能是这个塞内加尔抓住机会培养年轻人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也是一个最佳的途径。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北斗卫星哦，其实这个北斗卫星也是蛮厉害的，因为它的布局点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他们是面对中俄的进逼，其实欧美也需要一再的反制，所以现在美俄跟欧美2大阵营都在新太空的竞赛当中互相的再来做对抗，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冷战氛围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厚。他们说这是一场矛与盾的竞争，所以美国现在的 GPS 有被干扰，这也会冲击到乌俄战场，甚至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北斗系统也挑战这个所谓美方这边以前主导 GPS 地位的一个定位上面可能也会有问题，因为像北斗日均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6000亿次，虽然还不比这个 GPS 多，但是确实已经在侵害有威胁到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前国务次卿就讲说，好像已经受到一个侵蚀了。那中国大陆的北斗也挑战这个系统，是不是也有一些赢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加州大学的地理空间的技术教授，他说确实已经在定位精度上面超越了 GPS。那佛山百亿也投资要打造北斗的一个大数据中心。我们要请教介大使，现在美中在太空站也在交战。对，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个航天的科技跟它的实际的那个这种各种计划
现在对美国来讲，美国感觉到这个有被迎头赶上的这个趋势啊。那这个航天飞机哈，就是说事实上它就是重复使用的航空器。那其实美国发展的比较早，美国差不多1981年开始到2011年，应该有30年的时间哦。它曾经有这个太空梭的计划，那花掉美国2000亿，可是这个它一共造了6架太空梭哈，结果有2艘爆炸，失事了。所以到最后到了这个奥巴马的时候，他正式把它终结了。所以有人就觉得就是说，美国这个太空计划它有没有长远的一个好规划？对，因为花了2000亿的这种太空梭重复使用的太空船啊，为什么会停掉？所以这个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体制的问题。就 NASA 现在每天都在那个处长每天都在华盛顿跟着国会要钱，你要说服国会觉得你做的有意义的才有钱，要不然要有钱很难。不过美国现在这个整个后来这个 NASA 的这个时候这个叫 Space Shuttle 哈，就是说太空梭计划停了以后啊。它事实上，这个 NASA 把很多计划就委外给这个民间公司再去做。那这个民间公司事实上做的话，有这个就是波音在做，因为美国有这个实际的需求，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个国际空间站，那太空人送上去还要接回来，你每次都单次使用的，你不如有多次使用这种太空船比较划算哦。所以这个时候波音就承担了这个业务，可是呢。他这个 Space Starliner 事实上这是第1次承担任务，可是他这是第3次进入太空了，对。那么他这一次呢，结果有一点落差，结果呢把人载上去以后，载不回来了。然后呢，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最后决定就是说，让这个太空船自己先回来好了，因为这个太空船也挺值钱的，花了15亿美金做的，然后让他回来，然后人不要做，怕这个中间出问题出人命更不好。所以好运气不错回来了，那可是他当初载上去要载回来那2个太空船就被迫留在空间站8个月。那最后谁要去把那个2个太空被他留在那边放鸽子那个太空人呢载回去了？就有马斯克的 SpaceX， 他的所谓的这个龙舱这个 Dragon Crew Dragon， 这个也是就是多次可以往返这个空间站太空船了。可是呢，这一个就问题了，就变成就是说 ，SpaceX 它的造价，事实上它是用1个舱位花多少钱的成本来算的话 ，SpaceX 外界给它算，它1个舱位的造价是5500万美金。可是呢 ，Starliner 波音的这个Starliner 事实上1个舱位的造价是9000万美金，它比 SpaceX 多了60%。结果呢？你这个贵的这个太空飞行船结果呢出问题，还要一个比较便宜的太空飞行员救回来，所以就变成现在美国社会美国整个在检讨这个波音这个公司到底怎么回事。不过这是美国人之间的事，不过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的可重复往返的这个太空船上，它已经这一次是第3次，这一次是第3次了，可见它技术已渐趋成熟，因为它马上要用。因为大陆准备在2030年以后登月以后人类登月以后，它在月球上设置一个空间站，一个实验舱，它将来就需要这种重复使用太空船来往返载人，所以大陆也很急，所以看样子的话，可能美国会很着急了。对，美国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很着急哦。好，其实我们看到像是这个目前这样子的国际局势，也要看到这个是马斯克他有说，我们第1艘的这个前往火星的星际飞船将在2年后要发射首批载人登陆的火星，然后这个在4年后就要进行，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啦，已经超越过其他的公司了，所以看得出来马斯克在太空这上面很有信心，也很有兴趣。舰长，马斯克很有信心但是美国没有信心。那从 GPS 就可以看出端倪。那我们刚刚看到加州大学的这个地理空间技术教授，他讲说，事实上北斗卫星现在的精度其实是比美国的 GPS 还要好。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被弯道超车了。美国一共在轨的这个 GPS 一共有
24颗星，24颗星，21颗是在工作中，还有3颗是预备的，这样子组成了一个GPS。可是北斗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北斗卫星呢，它其实一共有24颗在轨。那24颗在轨，当然它是在跟 GPS 同样的一个中高度的轨道啊，但是它有3颗是我们讲到说同步轨道上，那个是不动的，那它也可以提供讯号。另外，北斗卫星在30几个国家，它还有提供所谓的校准站，也就是变成了低 GPS 卫星，也就是它除了接收卫星讯号之外，它还可以接收地面上的讯号来校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那个现在北斗它的精度实际上比 GPS 高的原因就在这里。另外，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可重复使用试验航空器，其实就是这一艘啊。那它其实大陆网民一直有个外号啊，就是说这是叫神龙无人机啊。神龙无人机其实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我们看到啊，在新闻，就是这不是中国大陆自己的新闻啊，这是Space 的这个网站新闻里面，他讲到说，其实他在太空轨道上面打出了6个，我们讲到说神秘的这一个僚机啊，这6个是什么？其实这6个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像是守护卫星一样，但是它可以做什么？那其实这里也有讲到说啊，它其实通过北美上空的时候，它是有发出讯号的。也就是说，它未来也可能是干扰卫星的一环，但是这个技术不是最新的技术，也就是2016年我们看到啊，这个天宫2号的这个实验舱啊，它其实就已经有这一个我们讲到附属卫星啊，它已经可以绕着天宫2号来拍照，这个就是它拍的照，它拍的就是天宫2号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太空的科技啊，美国已经有一点点望尘莫及了。好，美中之间的这个太空大战，韩明哥，马斯克是夸下豪语说4年之后就要载人登陆火星了。我觉得他想太多了，我不相信这个他能够达成。电影可能可以。对，因为你说无人登陆火星，其实成功率本身就已经不高了。然后你现在是要载人登陆，载人登陆的危险性更大。而且火星可不是月球哦，火星你光飞过去最快也要半年，所以这么遥远的距离，你中间的操控还有各种过程，你只要出了什么问题，大概就是死定。所以我觉得你要在短短4年之内就达成这个目标，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可能性极低哦。那当然，马斯克就看他这个有钱有没有办法有本事花4年的时间弄出来，但是我个人是不太看好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可以看到，也许它的技术上并不是跟美国一样都用第一流的技术，它也许用的是相对稳定的技术。可是中国大陆就是稳扎稳打，一次求一点点进步就好。我不像美国很喜欢跨代的进步，就你看波音啊，用了一堆新技术啊，就搞得太空中的人回不了家。那请问一下，这个新技术好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接下来他们明年2月到底是不是能够搭 SpaceX 的那个太空船回来，还不见得嘞，这个都很难讲。其实你从本来8天的任务变成8个月。这个对太空人的健康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这个就是 NASA 现在避而不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大概心里头很急，因为他看到中国大陆一直稳定的不断的在进步，他想要赶快超过他，碾压他。可是你越急反而越容易出乱子。那实际上呢，中国大陆你看他一步一步这样去累积了，现在他北斗整个系统也这样起来了，它的精度也比美国高了。看看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昨天又有新的发展。俄罗斯呢出动了67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大规模夜间空袭。昨天晚上，包括了基辅这个夜空上几乎是一个晚上没有办法平静。那么乌克兰的方面是声称已经击落了其中的58架的无人机，国会则是表示，这个夜间空袭，国会大楼旁边发现遭击落的无人机的残骸，看起来目前的损伤不大，但互相轰炸的情况之下，
还是让这个宣布地区的紧急状态赶快来宣布，因为这是在7号的凌晨大规模发动的。俄罗斯边境佛罗尼斯州这里也有一座火药库被袭击之后起火燃烧，整个晚上不停的爆炸。俄罗斯国防部也说，在这个击落2架无人机之后，还是有2架在库斯克上空被击落哦。所以显然互相轰炸、互相攻击的情况之下，战事一点都没有停歇的意思。俄罗斯呢也称夺下了乌克兰东部的村庄，东部战线越来越近。那么拿下了乌东的顿内茨克卡利诺夫村这件事情，离乌克兰后勤中心城镇越来越近，构成的威胁当然也很大。那投降的乌军这个话题，让大家看到了很惨不忍睹的画面。我们特别把它马赛克处理了哦，因为有3名乌克兰的投降了以后的士兵遭到了枪决处决的这样子的画面出现在国际的媒体上。那乌克兰指控恐怕不止这3个人，有至少73名的乌军明明投降了，却被残忍的杀害，违反了战争罪吗？那当然，这些乌克兰的总检察长所提出来的怒控，目前国际法庭就算说要追究普京，目前也没有办法呀。泽伦斯基的做法是什么呢？现在是向美方高官披露胜利计划，据信民意告诉他我们怎么样取得胜利的详情计划。外界都认为呢，就是要需求更多的先进武器。那因为泽伦斯基甚至还公开谴责这个西方世界啊，你防空系统的交付行动太慢。那过去已经给了几十亿、几百亿的资源了，他现在谴责他交付行动太慢，当然也有点让西方国家觉得情何以堪。到了意大利，泽伦斯基紧紧的抱住总理梅洛尼，抱这么紧呢，当然就是希望意大利强调接下来所有的资源不会停，要支持俄罗斯的这场战役里面，乌克兰有足够的防备的影响力。他还说，相信中国跟印度可以发挥影响力吗？到底何时可以迎来和平？伊朗的角色又是如何？最新的《华尔街日报》引述了未知名的人士的报道说，伊朗已经向俄罗斯转移短程弹道飞弹。伊朗已经把武器跟俄罗斯做合作了吗？路透社也报道啊，俄罗斯预计即将交付数百枚的短程弹道飞弹，跟数十名的俄军人员跟伊朗接受各种的培训，代表双方合作吗？乌克兰谴责也表示担忧啊。美国这是说意味着伊朗要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表示支持吗？他当然强烈的谴责啊，但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都否认哦。他也说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呼吁其他国家支持和平谈判。那俄军有个神秘单位被说加速发展 ，CNN 的报道里面认为，美国发现俄罗斯在海底电缆周边活动增加很多，有可能正在采取破坏行动，瘫痪全球的通讯基础吗？那还有呢，这个庞德跟伊森 Hunter 就是美英双方电影情节里面那种2个情报头子，一起见了面嘞。那要谈俄乌战争，中国威胁加沙战争吗？这代表什么？英国情六的处长跟美国中情局2个要联手做什么吗？那现在俄乌战争迟迟没办法停下来，战事对乌克兰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亮哥，我现在我觉得战况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啦，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可是都不是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啊，大部分都是用无人机啦，用导弹啦，然后互相炸目标。不过这个事实上不是传伊朗将给，是已经给了啦，已经给了啦啊。事实上，目前你可以看到伊朗跟北韩都已经给了俄罗斯一些炮弹啊，等等等啊，还有伊朗应该是飞弹吧啊。那所以俄罗斯平均如果是每天的这个炮弹大概可以打1万枚啊，那大概是乌克兰的5倍以上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因素啦，就是他兵力比你大，炮弹比你多，然后这个基本上他就是我们看不管是北方的库斯克，或者是这个乌东的这个顿涅茨克，那个兵力大概都是4比1、5比1这样在打，哦，所以为什么乌克兰感到非常急啊？要求美国啦或者英国、法国
给他远程飞弹啊。坦白讲，远程飞弹也缓不济急啦，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距离都在100公里内了啦。远程飞弹有什么意义？远程飞弹是打250、300公里啊，所以美国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因为美国不认为这个可以救你啊。就说你打300公里，那怎样呢？俄军已经接近你，在100公里内，他就在准备要消灭你了嘛，就是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西方各国也都是做一做表面姿态啦。比如说意大利，我真的不知道泽伦斯基去意大利干什么因为事实上真正关键的武器都不是意大利能够提供的啊。我真的不知道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啊。他恐怕真正应该是去访问法国啊，访问英国啊，甚至德国。德国也不敢。实际上，德国他豹一坦克到现在还没有投入俄罗斯境内，因为俄罗斯就说你不要忘记历史上这里我们跟纳粹打过坦克大会战啊，你不要惹我，惹起民族主义啊。所以目前乌克兰投入俄罗斯境内的都是英国的坦克啊，所以你就看到种种因素啊，你就看到，我坦白说了，如果连美国都不能及时给你答应一些新的武器的要求啊，我们只看到美国不断的，比如说前几天又传出又给1.5亿美元，前一阵子大概给2.5亿这样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拜托你给我撑到11月5号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想法真的只有这样，就是你不要在选举期间崩溃啊，你要撑住啊，那我会帮你撑住啊，给你钱啊，那你可以多花点钱叫人家出来打仗啊，等等啊，可是都没有真正对乌克兰能够帮上忙的招啦，都没有啦，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悲观的啦。我认为红军村可能下礼拜就会被打下来，那打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它基本上南北它可以给你拦截嘛，所以到时候乌克兰要从乌西那边要运东西到北部就会发生困难，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物资要怎么处理了啊。那还有公用设施、电力设施被炸，那乌克兰也在评估它快要进入冬天了，11月就冬天了啦。11月有很多地方就0度以下了啦，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也知道它11月之前可能会下雨啊，那会有很多地方变成泥泞地了，所以他大概也知道之后大概也打不了多久啊，那就会僵住。可是我认为俄罗斯一定也想方设法把乌军从俄境赶走嘛，然后乌东再多占几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可是反正就是对乌克兰基本比较不利了。虽然美方一直号称接下来很快就有更进一步、更细节的和平协议跟计划，的确，现在目前是没有和平的曙光。9月4号的时候，川普他在 Arizona 在做造势大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谈具体的政策议题了一改他过去比较是抱怨的、比较是个人攻击的，针对拜登，后来针对贺锦丽。他在4号的时候，就4天前，他就说他会结束俄乌战争，不用等他就任，他会在他作为总统当选人，他讲 President elect， 我就会结束俄乌战争。所以各位，这什么时候？就11月5号。当然，如果他当选到1月20号，中间75天，某种程度他已经在预告了，因为之前他就不断的讲，这个战争其实打的这个美国支出太多，付出太多。然后呢，他同时又批评乌克兰，那哪一点呢？他说乌克兰这个提到的死亡人数是这个少报，是错误的。那乌克兰当时这个川普提到是乌克兰说，到目前为止这个战争，乌克兰军队死了31000人，平民百姓呢死亡了11000人。那川普就说这个是数字太少，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各位，川普如果当选
其实你就会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很快的走向。那你要问贺锦丽呢？贺锦丽真的到他这个出来要竞选总统之后，他完全没有谈到俄乌战争。最近的是在6月份去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他说俄乌战争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过那个就是拜登的观点哦，所以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个到底贺锦丽的立场。不过很简单，我觉得其实也就是不管哪一个人选上哈，对俄乌战争持续的援助跟支持都会减弱。所以呢，也就是大概两方都认为，一方面是天气天候啊战场，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支持也会改变，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欧洲的支持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泽伦斯基不断的去欧洲，他就要把那些欧洲支持乌克兰的人哦，再扫一遍，再去确认一下，他没有用。最后还是关键是谁选上总统，然后呢，只是什么时间、先后、迟早如何结束俄乌战争。那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在前2天也讲话了，他因为乌克兰不断跟他要远程的这个武器嘛，其实就是飞弹了，要去打在俄罗斯境内的就是军机场，还有呢后勤的一些基地。那奥斯汀就说，没有任何一个武器可以有对现在的俄乌战争有关键性的影响的。他其实就很委婉的讲，你不要老是跟我要远程飞弹，远程飞弹改变不了战争的哦。那当然他是认为远程飞弹改变不了战争，他也担心远程飞弹会恶化跟扩大战争哦。这是一直以来美国之所以不愿意给乌克兰远程飞弹，甚至都连北约的这个武器啊都不希望啊，就是乌克兰用来去打俄罗斯的这个领土。不过现在库斯克既然已经打进去了啊，那就没办法，因为你也扩大不了，所以这个远程武器美国也是不会给，因为奥斯汀也知道，等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接近的时候呢，这个俄乌战争其实又会呈现另外一个面貌。左教授，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情况啊。现在乌克兰大概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去缝合，去缩短它跟西方国家看法的一个落差，而这个会影响到乌克兰这场仗能不能继续撑下去。那第一个落差当然就是在刚才都提到的这个所谓武器的使用。那其实不只是长程武器、长程飞弹的问题。现在乌克兰是说，希望它的短程飞弹美国能够允许它能够打到俄罗斯领土境内，但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那因为有一些美国民主党议员就写信给这个拜登政府啊，就是说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说，哎，你这个太保守啦，你这样是限制泽伦斯基他的反攻计划。但事实上不是，美国拜登政府方面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呢，俄罗斯已经把他的军机呢都向这个它内陆更加的这个移动啊，就是说让你的飞弹你要打进俄罗斯领土境内，也打不到它的这个战略物资啊，因为他说这个大概距离有超过186公里以上。第二个，他说你这个短程飞弹呢，它这个陆军战术短程飞弹，事实上他说你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去打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目标，你一方面你打不到，二方面你就浪费了这些飞弹。你反而更有效的是继续维持乌克兰现在在克里米亚在使用这些战术飞弹，美国认为说这个是比较有效的，所以主要针对就是这些所谓陆军战术飞弹到底可不可以用在俄罗斯境内，现在双方的第一个争执点在这里，第二个争执点就是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因为美国呢，其实在库斯克战争之前呢，就是乌克兰打到库斯克这件事情之前，美国是不知情的。所以美国现在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要持续占领，你要投入多少的战略物资？你要投入多少的人力、多少的武器？是不是会使你的战场上的这个调度更加的困难？所以是另外一个。当然，美国也对乌克兰来讲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就是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这个进攻，它的这些能源设备也是要靠美国来帮他抢修。所以基本上来讲，这就是乌克兰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他是高度的依赖美国，可是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又跟拜登政府现在有一些很显著的落差。好，所以他当然就需要向欧洲来求助。可是欧洲求助那是另外一个挑战了，因为德国已经开始出现有一些有一些这个主要的政治人物，包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新政党，他都认为说，德国不应该再继续扩大援助
乌克兰，所以这个当然是乌克兰现在要克服的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回来讲，俄罗斯跟伊朗之间，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的发现，就是说，发现伊朗有援助俄罗斯短程飞弹，因为早期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有西方媒体观察到说，伊朗有援助俄罗斯什么呢？无人机的制造，说俄罗斯设立新的工厂，然后呢，它这个有伊朗来协助。现在不只是无人机哦，说是飞弹，然后它的证据是从去年绍伊古当时还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到伊朗就去视察，就去看了这个飞弹的生产基地啊，看了飞弹的部署，然后今年他们又有代表团去，所以他认为说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了。但这当然反映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俄罗斯前线消耗飞弹非常的这个惊人，所以他需要北韩需要这个伊朗都来提供他飞弹。第二个，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被美国高度制裁、被欧洲高度制裁的国家，居然还能够发展出具有威胁力、有杀伤力的这个飞弹系统，这个当然也是我相信会让这个西方国家它的这个武器管制的这一套做法，可以有很大的这个所谓改进或者反省的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加联手在经济上面要全力抗中，经济的围堵目前在这个所有相关的政策里头都非常的严峻啊。但有一个指标性的消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在拜登的任期后期仍然又暗示说，马上他又要去访问中国呢？想要跟中国官员再次会面。联准会这个9月份降息是1码2码，还在关注当中。那为什么又想要马上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另一场会面？要谈什么？是要控管两国经常性紧张的关系吗？那当然，中美的商贸工作组会议要登场了，包括了301关税调查啦、产能过剩啊，有太多双方的这个贸易投资限额啊议题可以谈。那其中，大陆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就说了，一个人口规模这么大的现代化中国大陆，对美国来讲是机遇，不是威胁啊。但美国国会呢，抗中是各党统一的基调，所以马上中国州被号称这样说的原因，当然是马上有25条抗中法案，包括违反中共无人机啊、禁止外国介选啊、改善出口啊等等，都是冲着中国的相关政策法令而来。甚至有美国议员提国安威胁，好危险呐！为什么呢？他说要敦促拜登政府解决陆制的农用无人机。我们之前节目上讨论过，这个无人机没有办法拔除全部禁止，原因就是因为它相对的 CP 值太高，价格又便宜，所以这个大疆生产的农用喷雾几乎是全面的被在美国的这个农民这里使用。现在要阻止它吗？那么议员们认为这有所谓的国安风险，可能被控制，对美国发动攻击。有可能吗？当然，所以要卡各种可能的国安危机，从晶片着手，尤其敏感的科技，各种的学校校方的合作早就开始禁止了，现在又来了，在乔治亚理工学院这里宣布要终止跟中国大陆的天津啊、深圳啊研究机构的合作、教育等等都要禁止。那当然也来自于美国官方很大的压力，还有美国对于量子运算晶片制造祭出新的出口限制，也就是说，美国商务部对于特定类型的产品越来越多全球出口管制，包括了各种进一步的制造设备等等的，都要限制，让中国可以采购得到。不过有一点，日本采购类似措施的国家则排除在外。根据日方媒体的报道大陆上半年已经扫掉了250亿美元的晶片设备，超过了台湾、美国、韩国加起来的总和，可以说是破纪录。这样的做法是代表中国大陆也在做相关的避险准备吗？那么再来看看科技大战，当然手机我们已经谈了几天，10号马上就要到了苹果10号发布新机，华为也是。那对于华为来讲是民族自信，强攻市场啊。那现在从7号开始要开始抢先预购，除了找杨幂当代言人之外，也找刘德华当品牌大使。这个华为390机官方商城的预定已经破了100万，黄牛价开到45万元，吓坏人了。那预定数量也很惊人，甚至呢有现场排队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满满的人龙啊。这个是武汉的华为旗舰店的盛况，一排排到门外
啊！我看到这个网友自己分享的画面的时候，人多到，这个不是便宜的东西，也不是低价竞争的商品，是高价高端的商品，现在直接炒作到了10万元，新台币45万以上的这样的价格，那很多人说，是不是黄牛？那甚至有网友讨论说，是黄牛赚得了那么多吗？华为赚得到比黄牛还多吗？表示它真的很受欢迎。那华为旗下这个系列推出的商品，很重点是一个 AI 助手要超越苹果，而中国的院士说现在北斗卫星定位精准度已经到了厘米级了，跟华为手机搭配起来，比美国 GPS 更精准，所以在行车记录、自驾等等的系统上，完全是比美国 GPS 更安稳，也不会就算没有车型线也可以不相撞。这个代表很重要的技术是，如果北斗卫星的定位，包括手机、包括无人车等等的技术，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关键。亮哥，现在看看每家联手晶片科技都要围堵，但堵得了吗？这个都是不断的延续啦、扩大啦，那这个增加项目啦，比如说量子运算。或者是某些机构啦，比如说乔治亚理工学院中子合作，我觉得大概都是这一类啦，也没有特别意料之外的项目啊。我觉得这个大概中国大陆早就心知肚明了，所以他们也不指望跟美国合作了比如说量子运算，那中国早就自己搞自己的啊。那至于那个众议院的各种反中法案。我觉得是不同时间提的啦，是累积在这个时间要处理的那因为众议院也在选举嘛，所以大家也要去claim credit 表达你的反中立场等等可是这个我觉得用处都不大啦，这个最终还是要回到白宫就是他哪一些要认，因为很多都是授权法案，就是他通过了，那也是授权给。那个行政系统看他要不要处理很多对台湾的也都是授权法案所以最终还是看行政部门那至于这个华为这个这么多人预购，我是真的有点意外。对，高价耶！因为大家估计这只手机可能会卖到2万人民币，3折机嘛，因为以前都是概念机啦，结果他真的把它做出来了有一定的量可是我觉得这个跟 i16 倒不是对打啦，不一样的，因为 i16 是平价机啦，这个是特殊市场那当然中国的高阶人士很多啦，那会想买个3折机，因为打开是像平板一样10寸，打开是10寸平板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试试看吧。不过当然它折叠起来打电话是不是方便，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他就觉得反正我戴耳机嘛也无所谓这个有一些人还是会买啦，因为我自己是2折的那我2折使用惯了，我真的就回不去了这个我受到杨永明的影响这样因为就是字幕比较大嘛就看起来比较方便这样真的那我觉得有一些人使用手机的习惯在改变比如说他并不是用来频频打电话，那打电话也可以用耳机打之类的那他可能就会觉得3折机蛮值得买的因为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数字更可怕，有人说预购已经有200万人，可是那个不一定会实现啦，因为他不一定做得出来那么多所以才会有黄牛价嘛。对，那黄牛价也不一定是真的啦，可是可能大家就预期说。第一轮出来搞不好只有2万只先抢再说，那接下来就要排队对，那就你要不要买，大概是这种情况。看到这个排队的盛况，的确是还蛮受欢迎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美中对抗里头，最近美国又号称要加强力度，各种晶片措施越做越多，但实际上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中美对抗、中美新冷战真的才开始，方兴未艾。你看，连这个华资贺锦丽的搭档，他过去其实在做众议员的时候，对中国大陆人权有所批判，非常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可是他也同时推动中美之间人民的相互的往来。现在呢，被共和党批，
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中国连结？美国这种恐中反中，然后呢这种妖魔化的作为不会停止。各位，冷战打了多久？美苏的冷战，1947到1991，45年，中间就算有低档的时期，但是你看看美国那个时候对苏联、对共产党主义是怎么样的妖魔化，怎么样的攻击，未来可能还有20-30年中美的竞争，除非它真的发生大战。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必须提醒大家各位，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叫吴英，西北大学的分子精神这个学家，他自杀，因为他就被所谓的中国这个倡议的调查，把他的这个研究给毁掉。我们现在很多台湾人以为说我们现在选美国这一边，各位，中美之间的竞争新冷战会比较久，还是两岸关系的僵持，或者是这个变成两岸之间的战争，哪个会比较久？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搞不好后来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人迟早大概对美国而言都会变成中共同路人，除非你发生战争，他来支持你。你如果一旦寻求个平衡，维持两岸的稳定，美国就认为你是不是跟中国他的敌人去寻求一个就是和解的关系，他就对你的信任度会降低。所以很多现在政治人物、企业家甚至个人，你将来会不会再变成另外一个吴英，另外一个陈刚？他们对美国的贡献是怎么样？但后来呢，被美国的打压。要看比较大的历史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自我警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看到美中对抗的时候，马上又有25条抗中法案要在议会讨论。周老师，现在初步的这个估计，大概这些法案都会在9月进行投票那这里这个法案也有包含这个包罗万象啦，有的是说要禁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到美国去买地的啦，有的是说这个是说美国这些这个补助电动车的这些优惠啊，不能给不能给在海外生产购买在海外生产电池的这些厂商。我觉得你的电池一定要在美国生产的，反正这个不一而足啦。那有的是完全是禁止这个所谓这个孔子学院啊这一类的机构，那有的是说要那个在这个美国司法部要重新成立一个专门调查中国大陆在美国的一些这个行动的这样子的一个部门所以它涉及面向很广，但是大概有一些趋势。第一个什么呢？它多数是共和党提出来的第二个，他这个法案的目的呢，是要下一任总统要求他做什么事情。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他大概一个整体的一个动向是什么？他就希望他形成一个总统之间的一个辩论，然后特别是成为川普可以去挑战贺锦丽的一些工具。那甚至让拜登被迫要采取一些更为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国大陆。那这样子呢，可能会让拜登变成是两面为难。这个我觉得大概你可以从这些法案里头得到大概是这样的印象，但是它也会有困难。